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深度探讨。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特有感触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学了挺长时间中文了，感觉词汇量也还行，语法好像也懂点儿，但怎么一到真要开口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舌头打结了似的，或者说的磕磕巴巴的，就是不流利，就是不流利。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我们这次呢，正好拿到一份材料，是关于提高汉语口语技能秘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依据这份材料，好好的分析一下它里面提到的几个关键原因，看看能不能，给你带来点启发。对，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普遍。那在开始之前，也许你可以先问问自己哈，你每天真正说中文的时间大概有多久？这个问题咱们先放这儿，咱们来看材料里提到的第一个核心原因，听起来特直接，就是学了不用。对，学了不用，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常说的那个纸上谈兵？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学了不用这4个字听着简单，但它确实点到了一个语言学习，尤其是口语学习的痛点。这份材料里就特别强调说啊，知识如果它不转化成行动，那它的价值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了。你想想，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比如说上课背单词、做练习题，积累了不少，咱们可以叫它静态知识。静态知识，对。但如果这些东西它就一直躺在你的 notebook 里，或者就是在你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待着，你没有经常把它拿出来用在实际的对话里，那它就很难变成你能脱口而出的那种动态技能。这个比喻我喜欢，静态知识和动态技能。就像材料里也打了个比方，说一个厨师，你可能菜谱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技巧都知道，这是静态知识。对，但你从来不下厨，那还是做不出来像样的菜，这就没有动态技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学了不用，关键就是少了中间这个用的过程，把知识用活内化。正是如此，这里就得提到语言学习里一对特别重要的概念了，就是输入 input， 还有输出 output。输入输出，这个我们常说。对，简单说呢，听和读就是你接收信息，这算输入，而说和写是你自己去创造、去表达信息，这个就是输出。明白了。那这份材料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学习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输入上，比如看剧呀、听播客呀、读文章啊，这当然很重要，这是基础。对，基础肯定要打牢。那问题就在于输出，特别是说的这个练习，往往是严重不足。材料里甚至提了一个观点，说理想的输入输出比例可能得接近1:1。1:1，哇哦！对，但是你看很多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呢，可能是10:1，甚至更悬殊。那差太多了。是啊，所以当这个输出练习长期跟不上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没机会去练怎么去快速找词儿，怎么组织句子，怎么用那些语法规则，没机会把这些知识怎么说自动化。自动化，结果就是你知道了不少，但就是说不出来，知识没有在用的过程里变得流畅起来。这个1:1的比例确实是挺挑战大家认知的，大部分人肯定达不到。这就让我想到，很多人不用或者说不敢说，可能不光是没机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材料里提到的第2个点，怕说错。哎，对，这种心态是不是特别普遍？极其普遍，真的。可以说，这个对犯错的恐惧是阻碍口语流利的一个最大的心理障碍之一。材料分析说，这种害怕可能来自很多方面，比如说怕自己发音不标准被人笑话，或者怕语法用错了显得自己不地道，或者怕词不达意闹笑话。
甚至是就是单纯怕在交流的时候显得有点笨，不够聪明。这种对完美的追求，或者说就是对丢脸的恐惧，它就像个笼子似的，把你个嘴给限制住了。我太理解了，我学外语那会儿也是，一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半天，检查语法啊、选词儿啊。对对对，很多人这样。结果呢，等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说了，人家话题早就换了。是的，那种感觉真的挺挫败的。这种就是过度关注准确性，结果牺牲了流利性。在心理学上，这甚至可以叫过度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对，你太使劲儿去检查自己说的每句话完不完美了，反而把那个自然的语言流给打断了。但是这份材料就提醒我们一个特重要的事儿：语言学习它本质上就是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错误它不是失败，它是你学习的一个催化剂。催化剂，这个说法好。你想想，小孩子学说话，哪个不是从咿咿呀呀说不清楚、语法乱七八糟开始的？那倒是。他们会因为说错话被大家一直笑话吗？一般不会吧，反而会得到鼓励，得到指点。对对。那我们成年人学语言也得找回这种对错误的平常心。材料里有个观点，我觉得挺有启发的，就是每一次你试着开口，就算说错了，你的大脑其实都在进行一次特别宝贵的实践、反馈、调整的循环。实践、反馈、调整。对，你意识到错了，或者别人纠正你了，不管是直接说还是你感觉到的，这都是在帮你优化你的语言系统。反过来，你要是怕犯错，干脆不说了，那你就等于把这个最重要的学习通道给关了。所以关键是要调整心态，要把犯错看成是进步的梯子，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这让我想起刚才您提到的，要把重点从追求完美转到有效沟通上，这一点材料好像也特别强调了。对，是的，这个太重要了。材料建议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学中文首要目的是啥？是为了考试拿满分，还是为了能跟人聊天、分享想法、建立联系？对多数人来说肯定是后者吧。那就是了。那么在实际交流的时候，是说的磕磕绊绊，但大体上对方能明白你想说啥更重要呢？还是为了追求那个语法绝对完美，结果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更有效呢？这么一说就很清楚了。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准确性不重要，而是说在练口语的，特别是初期和中期，尤其你目标是提升流利度的时候，应该适当的放宽一点对完美的标准。放宽标准。对，允许自己犯点那种无伤大雅的错误，比如声调偶尔不对，量词用错一两个，只要不严重影响人家理解，就大胆说出来。先保证说出来，然后再慢慢追求说得好。这种沟通优先的心态，能让你开口的心理负担小很多。沟通优先，这个提法好。先求着能把意思说明白，再慢慢求完美。这确实能让人放松不少。不过，克服了心理障碍，愿意张嘴了，是不是就行了呢？材料还提了第3个原因，这个听起来跟第一个学了不用有点像，但好像侧重点不太一样，叫只听不说，这又怎么理解？只听不说，它点出的是输入和输出这2种技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学习者确实是花了大量时间在听上，每天听好几个小时中文新闻呐、播客啊，或者就是泡在中文剧里头。对，现在资源也多。是的，对提高听力理解、积累词汇和语感肯定是有好处的，非常有用。但是就像咱们前面聊的，输入能力提高了，它不自动等于输出能力就提高了。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真的。有时候看中文剧，感觉大部分好像都听懂了，还能跟着剧情一块乐，一块紧张。
但真要让我回过头来复述一下刚才讲了什么，或者说是我的看法，可能就卡壳了，感觉脑子里有，但嘴巴就是跟不上。对，这恰恰就说明了听和说它是两种不一样的运作机制。材料里把它比作看游泳比赛和自己下水游泳。哦，这个比喻也挺形象。你看再多比赛，把那些技术要领研究的再明白，这是输入；你不下水去练，这是输出。你永远也学不会游泳。对对对，听力相对来说是被动地接收和叠码，但口语表达呢，它是一个非常主动而且很复杂的过程。你得在脑子里快速找到合适的词，组织成符合语法的句子，还得考虑上下文，考虑怎么表达效果好。然后你还得调动你的发音器官，声带、舌头、嘴唇、气息，让它们协同工作，把这些想法变成准确、清楚的声音。这个链条里任何一个环节，卡住了，都会影响你说话的流利度。也就是说，听的再多，也没法替代说这个练习本身。对，说这个动作需要专门去练，就像锻炼肌肉一样。完全正确，可以这么理解。材料就强调你需要有意识的、刻意的去进行说的练习，就是所谓的输出训练。这种训练不光是上课回答老师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生活里给自己创造各种说的机会。创造机会，比如说，你可以试试用中文自言自语，说说你正在干嘛，或者参加个什么语言角，跟母语是中文的人真实的聊聊天。甚至你可以试着把你听到、看到的中文内容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或者评论一下。关键就是要主动的去调动你的语言知识，去表达。没有足够的说的实践，你的这个口语肌肉啊，它就练不出来，自然就不可能强壮灵活。我明白了。这么梳理下来，这份材料指出的这3个核心原因，学了不用，怕说错，还有只听不说，其实他们是环环相扣的。对，共同造成了我们感觉说不出来或者说不利索的这个困境。是的，这3个原因，它们往往会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负面循环。你看啊，因为怕说错，所以呢就不敢开口去练输出。因为输出练得太少了，学到的东西没机会用，没机会巩固，这又变成了学了不用。对，然后由于不敢或者不习惯主动输出，那学习的人可能就更愿意去做那些相对安全的被动输入，比如光听光看。这就又加剧了只听不说这个情况。哎呀，这个循环。对，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那口语水平自然就很难提高了，停滞不前。这个循环真是说到了很多人的痛处了。那好，既然咱们找到问题在哪儿了，那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又是什么呢？关键我觉得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输出，特别是说，在语言学习里面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核心作用。对，你需要把说看成是学习过程本身，而不是说等我学好了再说的那个结果检验。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学习、一次进步的机会，不管你说的多么不完美。心态要变，然后呢，就是要去行动。材料结束的核心建议，我觉得特别精辟，也想在这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不要追求完美，要追求表达。不要追求完美，要追求表达。这句话挺有力量的，它提醒我们，学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沟通，是为了用这门语言来传递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担心犯错转到渴望交流上的时候，可能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正是这样，当你真的有东西想表达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去调动你学过的所有东西，去努力克服那些障碍。
而且，当你真的成功的用中文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哪怕就是简简单单几句话，那种成就感，它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强的正向激励。正是这样。那基于这个追求表达的核心理念，材料有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建议？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开始这种以表达为导向的练习呢？材料建议啊，可以先审视一下自己现在的说的练习是什么样的，问问自己，你平时说的中文更多的是在重复课本上的那些标准答案，或者背老师给的范文，还是说你在尝试用你自己的话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哦，比如说，你能不能用中文描述一下你今天心情怎么样？或者聊聊你对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的真实看法，而不是去套用一些好像很标准的评论。这确实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练习可能还是停留在复述啊、模仿啊这个阶段，对，少了那个自我表达的成分。对，从那种有点机械的重复别人的话，到开始用中文进行有意义的你自己的个性化的表达，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材料认为，这可能是你提升口语能力，特别是流利度和自然度的，关键一步。关键一步。试着把中文就当成一个工具，用它来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哪怕刚开始说的很简单，甚至里面还有错误，但是这种为了表达而说的练习，它更能有效地激活你的语言能力，也更能让你体会到学语言本身的那个乐趣和价值。这给我们指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把焦点放在用中文表达自我上。这个听起来确实比单纯追求语法、发音完美要有意思得多，也更贴近我们学语言的初衷。没错，所以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吧，也算是这份材料里隐含的一个小挑战。从今天开始，你能不能有意识的每天至少尝试用中文表达一件只属于你自己的事情？可以是对一个新闻的简短看法，可以是对朋友的一句真实的问候，也可以是记下来你现在的一个想法或者感受，不需要长篇大论，关键是真实和主动。真实和主动。对，也许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中文口语之路，可能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确实是个值得尝试的挑战。感谢今天的深入探讨。